玄学小师弟，订阅不迷路。大家好，我是玄学小师弟。今天这个故事就是一个比较神秘的故事，是一个老朋友讲的。这里说的老朋友指的是年龄，这个老朋友年纪挺大的了，还不太会手机打字，所以是发语音给我分享的这个故事，很有趣的一个故事。这个朋友是一个东北人，姓王，他从小就比较叛逆，10几岁的时候和家里吵架，一怒之下就离家出走了，开始到处流浪。他说当时很不容易的寒冬腊月，他在乡间小道上走着，路边钻出来一条大黄狗，足足追了他3里的，而且没钱吃饭，饿得只能啃血。当时有个赤脚医生路过，见他可怜，就让他当了个药童，帮自己背个药箱什么的，跟着他出诊看病，混口饭吃。在那个时代啊，哪有什么医疗小病硬抗，大病看命基本上都是比较佛系的状态，所以这种赤脚医生还是挺吃香的。当年的老王还是小王，他就发现自己跟的这个师傅非常潇洒，他喜欢喝大酒，每顿必喝，一喝必醉，而且他不管喝得再醉，他都不在别人家过夜，晃悠悠起来就走。小王当时就特别担心，因为在东北寒冬腊月，如果醉倒在半道上，没几个小时人就冻成冰棍了，简直就是自杀。所以每一次师傅半夜出去，他都要跟着，就怕师傅冻死在半路上。结果有一次他自己有事情没去，等到天黑，师傅还没回来，他就担心了，赶紧提着马灯去找师傅。结果走到半路，就发现路中间围着一群野狗，他吓了一跳，以为完了，师傅肯定冻死了，而且8成尸骨都被野狗给叼了。他拼命冲过去打跑了野狗群，发现里面果然是他师傅，不过并没有死，也没被咬伤，反而睡得正香，呼噜打得震天。他师傅很懒，平时就让小王去买酒，然后带着小王去小山上喝酒，一喝就是1天。等他们彻底没钱了，酒也买不起了，他师傅就带着小王出诊赚钱。所谓的出诊，就是让小王扛着一根棍子，棍子上绑了一块白布，上面写着8个字：包治百病，妙手回春。说是包治百病，其实主要是给人点痣。他师傅点痣很厉害，用一把薄如纸片的小刀，先把痣外面的一层皮刮掉。小王强调，他一共要刮掉3层皮，然后抹上一种特殊的药膏，这个药膏要抹3天，3天后这个痣就掉了，而且丝毫疤痕都不留下，所以生意很好。除了点痣，他还会给人看眼睛。在当时好多人得了烂眼病，这个病很难根治，而且很痛苦，每天顶着一个烂眼睛，让人看着都觉得难受。当时有人就找他师傅问他能不能治，他师傅就说能治。他师傅治这个也是用那把小刀以及一根缝衣针。按说别人眼睛有问题，那应该治眼睛啊，他不是，他让人把上衣撩起来，然后眯着眼在那人背上找东西。他找什么呢？他跟小王说，人的眼睛要是有问题，他后背上会起疙瘩，把这些小疙瘩用针挑出来，用刀子割开病筋，这病就好了。小王开始还以为他疯了，自古都头疼医头，脚疼医脚，人家眼睛烂了，你给人家开背，这是怎么个情况啊？但是还别说，他一刀割开后，那人立刻就觉得眼睛舒服了，松快多了，过几天再割几次，基本上就痊愈了，而且重不复发。后来就有人慕名而来求他医治眼睛。小王发现他这个师傅不光能治烂眼角，像青光眼、白内障他也能治，反正都是这一招，就是一次一刮就完事，而且很管用。除了这些正常疾病以外，他师傅还能看邪症。所谓邪症，就是比如有人去山上砍柴，下山后就开始说胡话，说什么的都有。还有人举止妖异，吃生鸡蛋，活吃老母鸡，吃得满脸鲜血，似妖似邪。还有小娃娃出去玩了一阵，开始发高烧，怎么也不退，也有人退烧了，结果小娃娃痴呆了。所以遇到这种情况，当地人一般都找神婆神汉，走阴出马这种，要是再不行的话就要找他了。小王说他当时跟着师傅处理过许多怪异的事情，其中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个是丢孩子事件。当时一个小村子发生了好多丢孩子事件，大半夜的孩子自己爬起来了，打开大门就往外跑，而且没走多远脚印就没了，就像凭空消失了一样，而且还不是1起2起，连续几天一口气丢了10几个孩子，弄得人人自危。晚上大人都不敢睡觉，还要把孩子牢牢绑在床上看着，但是哪有千日防贼的道理啊？况且10几个娃娃丢了也要找啊。于是就开始求助于玄学，结果出马仙也找了，神婆也找了，道士也找了几个都不敌，最后找到了他师傅。他师傅就带着他去村里来回走了一圈。他们先去乱坟岗子看了看，发现好多棺材被翻出来了，还有一些烂糟糟的草席，旁边堆着腐烂的骸骨。他师傅问了村长一个问题，这村子里最近有没有丢猫的情况？村长就说是了，这几天猫也都跑完了，家里老鼠都上墙了。
他师傅就点点头说知道这是个什么东西了。他师傅让人砍了几十根2-3米长小腿，粗细的木头杆子把一头小尖了牢牢打在地上，在地上插了一个大圆圈。他师傅又让人烧了一大锅桐油，先把桐油烧冒烟，然后使劲搅拌，搅成一团粘稠的胶水，然后把这些桐油厚厚刷在木头杆子上。他师傅最后让人去邻村借了几只大花猫，都用绳子拴在木杆子上，说是可以了。有懂行的老人说这是老猎人粘鹰的古法，不过看这个阵势，这鹰也大的邪乎了。当天晚上谁也没敢睡，就在家里候着。到了后半夜，大家就听见外面猛然刮过一阵狂风，结果就听见一阵尖利的鸟叫声以及树枝折断的声音。有胆子大的男人都扛着猎枪往外跑，就发现那个粘鹰的木桩子上粘了一只足足有半间屋子那么大的巨鸟。这鸟浑身漆黑漆黑的，但是鸟嘴和爪子却是鲜红色的，而且身后还有一条牛尾巴一样的东西，上面长着尖刺。老村长披着棉袄出来就喊：开枪，快开枪！大家回过神来，赶紧朝着他开枪，结果铁沙子打在他身上纷纷往下落，根本打不透，而且他拼命挣扎，随时要抛开了。他师傅早有准备，他让人拿着尿盆往里泼，再用掺着朱砂的铁沙子打，这下子铁沙子就打进去了，打得那怪鸟羽毛炸开，鲜血直流。眼看着那鸟要不行了，老王师傅却挥挥手说放他走。那大鸟翅膀都被打断了，跌跌撞撞飞着走，飞不了多久就跌倒在地上，大家在后面跟着，终于发现了他的巢穴。那巢穴里全是人骨头，里面还蜷缩着几个小娃娃。大家一拥而上，将那怪鸟活活打死了，救了小娃娃出来。小王才发现师傅还真有两下子，不过他也发现师傅不是什么人都救，有些人他过去看看，转身就走，就说救不了，不管家属怎么恳求都不救。再后来，小王家里就给他捎口信，说他父亲不行了，肝腹水，肚子肿得像锣鼓那么大，眼看着要活不下去了，就让他赶紧回去，好见最后一面。他就赶紧带师傅回去，想着救下他父亲。没想到他师傅看了一眼就摇头说这不是病，这是命人，不能和天斗，这病是救不回来了。小王就跪下求师傅救救他父亲，他师傅就闭着眼叹气说看来这就是命数了，躲是躲不掉的。然后他师傅就做了一个湘潭开坛做法，查了查他父亲的病因，后来上咽口还阴债，然后让他放生了一系列生物，包括鲤鱼、狐狸、兔子等，每一种都有严格的数量。最后他师傅给老爷子扎了针，吃了草药，硬是把老爷子救回来了。到了第7天，师傅吃完晚饭，给老爷子开了最后一副药，就说自己要走了。有人来接他了，小王就问是谁呀？师傅不说话，拍拍小王的肩膀，说今生他们师徒缘分尽了，可惜还没来得及传他点本事，这就是命数了。不过嘛，不学这些也好，省得被什么盯上，能做个普通人也是很幸运的事情啊。小王听不懂他师傅，也不解释，出去打开门，就看见外面站着一个男人，提着一个红灯笼等着他。小王说外面那个男人很怪异，他的头发很长很瘦，皮肤很白，而且穿着一双绣花鞋，笑眯眯看着师傅。师傅没说话，出门就走，那人就提着灯笼跟在他身后。小王就喊师傅，师傅拼命在后面撵，但是怎么都撵不上他们，就看见他们慢慢消失了，最后只剩下一个红灯笼。后来红灯笼也变成了一个红点，仿佛升到了天上。很多年以后，小王已经变成老王，他后来去了北京，在那边定居下来，结婚生子，最后成了一个再普通不过的老人。有一年，他有个东北亲戚得了很严重的青光眼，托他带着去北京同仁医院看病。他们找了一个老专家，老专家看了看，就说没办法了，青光眼不可逆，而且会很痛苦，只能摘除眼球。老王就问了问这种中医有没有可能治疗，老专家就说你们来晚了，以前河北有个老太太还真能用中医治这种叫针刺法，此后被某个穴位把眼压给降下来，据说很有效果。老王一下子兴奋了，赶紧问他那老太太在哪里？老专家说老太太治好了好多人，后来文革时被当成牛鬼蛇神批斗死了。老王就叹气，问老太太的医术有没有传下来。老专家摇摇头说他儿子后来试了试，结果给几个人扎瘫痪了，后来就没人敢这么干了。老王就问他那个老太太是医术是哪里学的呢？老专家就说据说老太太年轻时在东北，晚上出门时看到一个赤脚医生喝醉了，躺在路上就给他披了件衣服，那个医生看他人不错，就教了他这一招。老王猛然愣住了，后来他终于退休了，找了个机会再次回到了当年那个小村子，他凭借记忆找到了当年师傅最喜欢坐着喝酒的石头上，在那站了很久。很久以后，他学着师傅的样子坐在石头上，
却发现身前的一棵老松上被人挂掉了树皮，留了一行小尸，练得身形四合形，千株松下两寒金。我来问道：无鱼化云在青天，水在平，他的眼泪就流下来了。他很想念师傅，